让商务部高官来试探中国，美国选择了一种稳妥方式，自己找台阶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争先恐后来中国访问已经成了当前国际上的一种潮流。中东国家来了，欧洲国家也来了，在这种风向下，美国也坐不住了。近日，美国媒体放出风声，多名商务部的高官将要对北京和上海进行访问。有一位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今年晚些时候访华行程打下基础，让商务部高官先来打个头阵，兴许是提前铺垫雷蒙多即将访华，但更多的想来是为美国政府试探一下中国。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前不久来中国访问，不管目的是为了加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合作，还是表面功夫来中国走一趟。总之，马克龙走的时候带走了一笔大单，空客与中国航空器材公司签约了价值200亿美元的订单，采购了160架客机。美国一直鼓吹欧洲国家与中国脱钩，想要阻止中国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进一步的发展。然而到头来，欧洲人还是向中国倒戈了。不光是法国，在这之前，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，走的时候也带走了一批数额不小的订单。这是一份将近1200亿人民币的空客大飞机采购协议，对法国国内的情况来说，等同于雪中送炭。法德作为欧洲的领头羊，过去为了美国频频针对中国，可以说反华力度不亚于日本、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能够再给两国机会，线下站在美国的角度上，也难保中国不会重新给美国一个机会。当然，如果能够获得中国给的机会的同时，还能抢了欧洲国家的订单，自然是最好了。美国此番多名商务部官员访华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当局坐不住的现状。要是美国人再不来，很有可能就会被排斥在中国的贸易之外了。事实上，不管美国人如何叫嚣与中国脱钩，摆脱对中国的依赖，那都是口头上的嘴硬罢了。这要是强行和中国断交，美国人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更何况现在的美国除了要从中国进口一些商品以外，还想要更多的对中国进行出口。美国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非常的严重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世界上多个国家开始加入去美元化的队伍，就连美国的一些盟友也在抛弃美元，改用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结算。噩耗还没有完，美国正在失去全球石油大国卖家的身份。近来，包括沙特在内的主要产油国对外宣布继续减产石油。从美国的利益角度来看，减产石油的做法只会加重美国经济衰退的速度。可想而知，如果美国商务部的人再不来，美国危机会持续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希望中国伸出援手是美国一致希望的，但仗着霸权，美国想要中国自己主动。对此，想也知道中国不可能这么做，没有办法，既然中国不给台阶，美国现在只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了。此番让商务部的官员访华是一种稳妥的方式，先试探一下中国的反应。毕竟美国处处想打压中国，我国很清楚，所以美国也怕中国不再给机会。然而中国必须要头脑清楚的是，美国现在是有求于我国，若是我国的利用价值没有了，美国还会主动示好就很难说了。现在别说美国商务部的高官访华，就算是美国总统拜登亲自访华，想来也是一场农夫与蛇的戏码。以美国的性子，中国已经没有奢望美国能够知土弥反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